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是个 Get Ready with me。那我今天是画了一个从来没有画过的，以这种巧克力色为主题的妆容。对，因为我的皮肤是属于黄底儿的，所以在我日常生活中我很少去尝试这样子的妆。那今天呢，就画了一个简简单单的，而且非常适合日常，就是也没有这么夸张，对不对？在视频里看到也不是很夸张嘛。但是呢，好像是会显示出来一种，我这种平庸的亚洲女生哈，然后会有一点点看上去好像洋气一点的这种欧美范儿这种感觉，有没有 ？OK， 那同时呢，今天呢主题跟大家分享，前一段时间因为湿气重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状况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边化妆边聊一下祛湿这个话题。洗了个澡，然后做了保养了，已经擦过护肤和防晒了。那我直接就开始用粉底，因为我现在吧也不怎么出汗，而且对妆容要求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最近一段时间我就不怎么去用这个妆前，所以我今天也就不打算用了。那我今天呢用到的就是我之前有推荐过这个 Dermablend， 我真的已经用了这一瓶已经差不多有2年了吧，反正这一瓶用了蛮久了。我用到的色号是10N。那我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呢？就前一段时间呢，因为过年，然后比较繁忙，事情比较多呢，然后呢吃的也比较多，那我就又出现了脸肿跟手肿的问题。我之前在我视频中跟大家分享过，前2年因为这个手肿跟脸肿这个问题积攒了特别久，好多年，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脸特别肿，手特别肿，就是你握手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手很绷，然后早上起来你感觉那个眼睛都睁不开哈，就那个脸很肿啊。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湿气重，而且同时呢，一般你有这样子的问题呢，你会觉得非常的疲惫，就是感觉早上起不来呀，然后中午吃个饭啊又要犯困啊，甚至累到就是我认为累到有时候开车我都犯困，就真的很危险，很危险。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有湿气时间久了，你哪都会不好。首先，比如说我变化最大，但除了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看起来脸上比较肿，手比较肿之外呢，你的肠胃消化也不会很好，你会出现拉肚子或者是便秘的情况。就像我比较多的湿气，就是因为比如说过劳啊，比如说是就是吃的比较多呀，就是突然之间暴食了，暴饮暴食啦，然后情绪比较紧张都有可能会引起你身上的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对于我比较明显的就是好像觉得肠胃不是很消化，就是用咱们老话来讲呢，就是积食了嘛。你积食了就容易生湿。其实湿气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脾胃的问题，就是你脾胃运化过程中过劳，或者脾胃运化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暴饮暴食再加上如果晚上吃宵夜呀，晚饭吃的比较多了，不消化了，脾胃功能平时就差一点的人呢，非常的容易出现这个湿气。我的症状都有什么哈？就除了手肿、脸肿，然后犯困，然后再一个是我出现了便秘，吃完饭之后，然后胀气不太消化，把它稍微软化之后呢，直接的，你看它就没有任何的粉感，那么没有什么粉感，非常薄的一层，遮一下瑕。犯困你知道吗？就是特别的困，早上起来也不敢熬夜了哈，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吃完早餐都还想再去睡个觉，就是能困到这种地步。这是上次你看长的那个大包，这点还没好，上面这个地方已经好了。因为这个粉膏它不是特别的油，所以它的持妆效果还挺好，就是你摸在脸上的不是那么黏。那天我带我儿子去当趟一整天，我回来的路上其实也就下午差不多2、3点钟，就是吃完饭回来，开在高速上。我儿子我就上车，我就说我好困呢，我就搞一杯咖啡。你也知道我喝咖啡不是长痘吗？但是那段时间就是你很危险嘛，你一个人开车带着小孩，我儿子在后面就不停的在高速上提醒我，妈妈你可别睡着了，妈妈你不要睡觉啊，妈妈你是不是闭眼睛了？因为他特别的担心，因为我真的是困到不行，我觉得特别的危险。所以湿气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一定要解决。那之后回家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排湿的这样子的饮食和作息规划。完了之后呢，你没几天，其实
可能也就是2、3天，你就能看到，就能感受到明显的这样的效果。如果你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话题，就比如前些年我不是脸肿特别厉害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没有在这个上面这个领域上停留过，那你就会找不到问题的根源。中医它其实很简单，它不需要真正的考虑到你到底是哪一个部位出现问题，你只要把身体的平衡度达到了，你的所有的其他的问题和状况就会消失。甚至我认为中医它更像是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如果不平衡的时候，你出现的不是病，而出现的是一种症状。我们把这个病当成症状，那你调回来之后呢，你这个病就会，或者是说症状，你这个病就会消失了。也就是说，你因为不平衡而出现的这些症状也就会随之消失了。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其实就是把治病当成一个保养，我觉得就是更容易去理解，而且更容易让我们普通人，就是我们亚健康人群，就是咱们去医院检查，你各项数值可能都会正常有医生检查不出来病的。我们这帮人群让我们更注重自己的整个身体健康状况，我觉得这就防患于未然嘛。这些年经过这个疫情嘛，我们也懂得了这个预防要大于治疗，这一点我觉得中医的理论可以帮我们起到非常好的这种预防的功能。那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各位姐妹们，因为大家好像目前觉得我们的脸就应该睡觉起来是肿的，其实并不是。很多人说我就是容易肿，那目前在我看来，这个脸肿的问题跟这个湿气身上的湿气有直接的关系。其他的咱们先不讲，是不是长痘是不是长斑是不是出现了什么便秘和拉肚子的状况，我们先不讲，就咱们平时健康的女孩，每天早上起来，如果你的脸特别的肿，或者是肿胀的时间特别的久，以我自己目前的经验，我就用这种小白的经验来跟大家小白去交流，其实是最简单易懂的。我就不喜欢把任何的事情复杂化所有的湿气出现的问题，全部都是你的脾胃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大家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里面刷到，比如说喝果汁喝蔬菜汁断食这些所有的方式其实都是可以帮你去除湿气的，但是只能短时间进行。比如说断食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去湿气非常是超级有效的方式，但是你不能让自己断1个星期只吃什么水果，喝这种液体这种东西这个是不可取的。但是呢，它确实在短时间你这么做，要不就说人是个平衡嘛，我们不能一味的觉得这个东西好一直下去，那就又会从反向打破平衡了。断食是最好的当下可以看到排湿功效的一个方式。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肠胃，就积食后的这种肠胃休息，让它自己自我调理。我们的人体是活的，它会有强大的自愈功能，比你吃什么喝什么红豆薏米水都要来得快，它有它的自愈功能。你不管是这段时间你在断食过程中喝果汁还是喝这种蔬菜汁其实起到的作用都一样。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喝果汁，你宁愿在这个断食过程中你喝点稀粥，都比喝果汁要强。但是你说我不想喝，这就这几天2、3天的时间我断食，我只喝果汁，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蔬果汁这个东西不可以把它当成主食吃下去，时间久了对身体会有非常大的损害。那之后我会在我的视频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你在断食过程中，你减少所有的这种高蛋白高脂肪、高油、高糖，所以就是减少这种负担型的食物的摄取，然后给肠胃和身体一些自己消化代谢、自己自愈的一些空间。那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认为自愈最好的方式就是睡觉。第二点就是，如果你出现这个问题，你要早早的睡觉。本身你的身体因为湿气就会很笨重、很沉重、很劳累，是身体告诉你在这个时间段你的身体是需要 recover， 需要去自愈了，所以他恨不得现在都把你给放倒，让你去睡觉。他要给自己足够的这个自愈的时间。用一个 NARS 的The Rock 的这款，我把所有的产品信息都放在下面的文字说明栏里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我今天呢不会画特别的浓，还忘去做这个修容了，
先做一个修容。断食也好啊，轻断食也好啊，这个少吃也好啊，反正是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式啊，这都是起的一个效果哈。我自己来讲，我可能不会选择完全的断食，比如说我会选择3餐都减半，少吃啊，这是我能接受的，因为我还不敢不吃，我觉得不吃对于我来讲的话，会让我自己的身体更差劲儿，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合理的运用哈。除了这2个啊，少吃跟睡觉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我认为现在很多人的尸体，尤其是女生，都是因为我们天天对着电脑啊或者对着手机工作，我们缺乏运动。你不需要什么每周去个3-5天呢，去找什么教练呢啊。当然了，你有这精力和时间，这个更好。平时如果大家非常的繁忙，没有这个精力时间了哈，这个呢，我就建议大家在晚餐过后哈，差不多晚餐过后1个小时之后，稍微运动一下，轻度的运动，让自己出汗。就是出汗是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了，让我们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让我们新陈代谢增快，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排湿方法。所以运动一定要放入到我们这个排湿的这种计划当中啊。咱不说什么运动能什么强身健体，能帮我们活到99哈，这个都不讲了。但是在我们出现湿气这个状态下，这个身体就告诉你了，你现在缺乏这个东西了。那么为了让它恢复到平衡的状态，那我们需要去做这个东西。那可能持续你健康之后，你说我减少运动量，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平衡度来调节。所以运动在这个时间是必不可少。还有这个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修容粉，稍微的，因为这个修容粉它稍微黄一些，比之前用的那个 Fenty Beauty 的那个修容膏稍微黄一点，我就往里面稍微过渡一下，浅棕色、米棕色，稍微打个底。除了运动之外哈，你说我实在的没时间，就比如说我哪天如果不运动的话哈，我就会去泡脚，因为怎么样想办法给它一个 boost， 让这个身体加能哈，让身体这个运转血液流速快一点，同时呢也确保自己每天有这个出汗的时间。所以说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泡脚来起到这个效果。这个深一点的颜色，就是比较灰调的 blonde， 把它加在眼尾，晕染一下。除此之外呢，是不是要喝一些红豆薏米水哈？我认为如果你的肠胃并不好的话，就肠胃比较寒凉，平时比较爱拉肚子的哈，这个可以不要喝红豆薏米水，还是不要喝。那如果你是比较热性的体质，我认为是可以在这个时期喝一点红豆薏米水，它喝一点四神汤，四神汤也是一个排湿非常好的利器。如果你日常情况下你的气血不足，对于你的排湿也是会受影响，因为你身体不给力，你的新陈代谢慢，你的整个排湿和自愈的速度就会减慢。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养好自己的这个气血。那接下来我会在眼线的上面用这种更深的深棕色来稍微加一个眼线，这个颜色稍微加一个棕色的眼线，然后一会儿把它稍微晕染一下红棕色，再加强一下眼尾。好不容易把这个湿气去走排走之后，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可以帮助我们长期处在这个平衡的状态呢？第一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就比如说你看我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因为过年期间这个场子太多，然后出去吃喝太多，然后出现这个问题，吃饭就比平时日常吃饭要晚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就不要暴饮暴食，然后早点吃饭。第二点呢非常非常简单，刚才上面说了，就是每天运动，因为脾胃是需要热能，需要这个量，需要这个热能来帮助我们消化，它是需要能量，它才能更好的运作的。第三点呢，就是晒太阳。对防晒这个问题，不是防止被太阳晒，而是防止被太阳晒伤，就是你防止过度的去晒太阳。那么晒太阳这件事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万物什么东西它不需要太阳哈？晒太阳是可以帮助人体赋予能量的同时，它能够帮我们排除身体的这种湿气的，所以晒太阳很关键，不要太过于
于去包裹自己了哈。当然我知道很多姐妹们她们比较热衷于去做这种各项这种物理性防晒哈，但是呢，尤其是在春季哈，有这个暖阳的时候，给自己晒太阳的时间不要太过于去躲避太阳了。那做到以上3点呢，就基本上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在我们这种健康的体质中，可以帮我们去排掉或者是防止我们身上湿气的累积。姐妹们，你们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在哪个区域？那可能就像我一样哈，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但是现在在北美。那我们吃饭呢，就不能完全的按照北美的饮食结构来去吃。你的祖辈上都没有说把这个牛肉大口吃牛肉，大口喝牛奶当成一个生活方式的话，那你如果到海外常年的这样下去，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我们整个基因的结构，它并不是说通过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突然换了一个生活环境而去改变。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就讲爱斯基摩人哈，他们是吃什么？他们是吃高热量的食物的，就比如说欧米伽这种369都是从他们那边，就是从他们的食物里面发现的，因为他们吃大量的这种海豹嘛，所以说你看加拿大这种海豹油哈，他们吃大量的都是海豹高热量，而且有的都不经过烹煮的这种食物。但是呢，当他们还没有完全接触文明社会的时候呢，他们几乎这个族群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心脏类疾病的存在的。所以说呢，这科学家就发现原来这个鱼油哈，经过研究呢，是对这种心血管疾病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强效的作用的。但是这些因纽特人呢，他们之后因为接触了文明社会，接触了这种就是 mainland 的这些人群之后，他们也开始吃水果、吃谷物。在这种重大的饮食结构改变之后呢，他们就大批的出现了这种心血管疾病。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基因在这么长时间的这样子的遗传下来之后呢，我们更应该去按照我们自己基因结构的发展方向去饮食，而不应该去把外面的东西大量的当成自己的主食。今天用到的睫毛膏是这个 CoverGold， 叫是 Exhibitionist， 这个我是很喜欢的。先刷一层，从根儿刷一层之后呢，然后把重点放到这个睫毛尖上，不用刷的特别的夸张 ，OK， 这样就行了，也不用带假睫毛了。接下来腮红呢，我也想找一个这种咔红红的 MAC 的这一款，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咔。大概偶尔做一个哑光提亮 ，Essence。CT 的这款 bronzer， 这个就非常的咖了，在腮红的地方先上一点点，这就一下有这种咖的效果了。眼睛是整个是哑光的，然后把唇加一个唇釉。那最后再跟大家讲这个排湿气这件事儿，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它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一个生活当中我们去自我找到这个平衡，不平衡的时候呢，稍微往这边拉一拉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它应该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就是说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大家看完今天这个视频之后呢，我也希望姐妹们可以注意一下，尤其是我们这些长时间在海外生活的这种80后哈，咱们很可能在家里面就没接受过这样的信息，然后在国外就这种信息就会更少，所以在这里就提醒一下大家。那这个视频呢，也算是给大家一些警示哈，就在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出现问题的时候哈，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种护肤品能帮助我们多少哈，这些问题的根源呢都在我们体内。那希望这支视频能帮得上大家。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持续的关注和支持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